阿秀，嗨，我这脑子是光明王。自从圣庙保卫战以后呢，光明王的名号传遍了整个远州。最近加入我们联盟军的远州人源源不绝啊。虽然布鲁村已经扩大了边界，修固了城墙，但是人多的我也装不下了。这个布鲁村真的要成布鲁城了。我和罗杰正带着秀字营训练着远州新兵，各部族的首领也都加入了教学队伍，还算应付得过来。不过，兵广是好，但是眼下存粮不济，士兵越来越多，粮食越来越少，恐怕支撑不了太久。是啊，现在我们驻守布卢村虽然很安全，但是周边的土地还掌控在北族手中。如果不快点想办法呢，真的是快撑不下去了。你要死了？跟你说正事儿呢，怎么一直啊的？能别只说语气词吗？这受不了了！我倒是有个好办法。哎，你是谁呀？为什么总是让他陪你玩这套？你无不无聊？要不是我无聊，布鲁村会有这么多强兵壮马在此汇聚吗？这套业务我也很熟悉。最近大人四处露脸，以光明王的身份招募远州人归顺，其中有一半都是我去充场面的。哎呀，我这一招偷梁换柱，用的实在是精妙啊！我简直是文武双全。好，你招揽这么多兵有什么用啊？眼下最重要的是保证药品，以救伤员，然后再获取更多的粮食来支撑整个远州联盟军。难道你忘了吗？老德伦，把知府堂的最新情况跟这位白川好好的介绍一下。自从我们重组知府堂以后啊，趁着战乱，重新将远州的大小商户汇聚起来，发展到现在呢，我们的资产已经达到了初建知府堂时的5倍。你钱就是再多，布卢村附近的土地依然被北族占有，商路不通，你总不能去跟鲁地买粮吧？对呀，从北族买不了粮，可以从梓川买，所以我决定我要回梓川，在帝都筹粮。你不要命了？帝都在通缉你，你回去送死啊！是啊，你走了我们怎么办？要知道，没有光明王，鲁地肯定会来找麻烦的。你们就不用担心了。至于鲁地，哎，你直接过来不行吗？哦，光明王会一直守在布卢村。由于帝林这段时间告休，京畿巡查渎职案、环城典狱5人逃逸案、粮草司贪污案等都无法展开，现已过了候审期限。这些压了月余的案子，如果再不处理，我们其他几个司的工作都无法展开。大人，戈大人所言非虚。眼下书律司大事小情无人监理，以至于领兵司的一些职权任免也因此受到影响。你们为何不提醒帝林呢？帝林府如今闭门谢客，我督政司送了一封警告信过去，送至门口，结果半个月后，那封信竟然还在，提醒敦促已经没有用了。属下以为此事必须要罚。帝林大人与夫人伉俪情深，如今丧子伤痛，可以理解。不过，诚如戈大人所言，书律司掌管梓川的纲纪法度，有着监督警醒之职，在此非常时期更不可松懈。
你以为应该如何？领兵司不乏用兵之才，知道兵察队演练必不成问题。属下愿尽绵薄之力，为帝林大人分忧。罗统领，您平常暗度劳形，如果兼顾兵察队队长的话，恐怕顾此失彼啊。帝林已经告假数日，想来应该不日就会回朝了，就不必罗统领费心了。司义林大人与帝林交好，亦不能说出其归朝的确切时间。若帝林大人一蹶不振，误了枢律司的重任，这后果该由谁来承担呢？罗大人说的不无道理啊。帝林呢，确实需要时间来休整，但枢律司事务又不宜耽搁太久。司义林婚期将近，琐事繁忙，不宜代帝林之职。兵察队就暂交罗总统领来管吧。是。大人，属下无能。说，我们去代管兵察队的人被赶了出来，兵察队那帮家伙简直就是一帮兵痞，他们什么命令都不听，只听帝林的。自从帝林掌管枢律司，发展迅猛，根基深厚，军队十分强悍。军长大人一定不会想到，如此锋利的刀，有一天也会认主人。大人，眼下帝林居家不出，正是接管枢律司的最好时机。若是错过了，恐怕日后帝林真的会成为下一个杨明华。属下多罪了。起来吧。这枢律司成了帝林的一言堂，确实不错，但是要取代他，绝对不是我。我已经掌管了领兵司，再掌管枢律司，别人岂不是以为我也想成为下一个杨明华吗？这再小的鼎，要想站稳，也需要3条腿，更何况一个家族呢？大人，司义林大人到了。二弟，大哥，你这是时候也该出去走走了呀。我得在家陪秀家嘛。怎么，有阿秀的消息了？没有。那你过来。是这样，今天领兵司去接管枢律司了。成功了吗？当然碰一鼻子灰了。不过，他们向军长建议，把枢律司跟兵察队分立而治。若罗明海真能办成此事，我还真高看他一眼。秀家，醒了。司义林来了。我没让他打扰你。不知道这个季节还有没有杨梅？只要你想吃，那就一定有。等着，去给你买。夫人，您不用在意外面那些风言风语。帝林大人一定不会被调离枢律司的。不，
我绝不能让他独自承受这些。修家，你看，夫人呢？夫人去店里了。招牌海鲜炒面，二位请慢用。还有什么别的需要吗？1斤酱牛肉，1壶上好的女儿红。请稍等啊，小陆，1斤酱牛肉。好嘞。我来吧。辛苦你了。修家，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你怕我遭人非议，强打精神，我又何尝不明白你的心呢？但你现在身体还未完全恢复，何必为了我如此相撑？你既然明白我的心意，必然也知道我的决心。早晚都要重新振作，何不从现在开始？眼下这个关头，我会打起精神陪你一起度过。那我都听夫人的。那你如果觉得辛苦，千万不要为难自己。你一直都是坚毅果决之人，我若如寻常女子一般怕苦畏难，又如何能做你的妻子呢？当然，若是寻常女子，定会让你尽早纳妾，延续香火。我有你，就够了。军长大人，罗大人来了。大人，罗大人，今日帝陵已经赴任了，你知道了吗？知道，但属下还是以为舒律司和冰茶队应当分立而治。我听说你们去接任冰茶队的时候，还碰了一鼻子灰。确有此事，这足见帝陵在舒律司和冰茶队根基深厚。然而，这冰茶队应当是我子川的兵，而非只是他帝陵的兵。好像今日是冰茶队演练之日吧？是。那就去看看。放！竟敢在军长大人面前撒野！停止训练！大人，有所冒犯，请大人降罪。何罪之有？你训练有素，冰茶队士兵的箭术了得呀，把那个箭靶都给射穿了。
我不罚你，你回头也不许罚他们。是。请大人检阅方针。好。帝林虽然离开舒律斯有一段时间，但是兵察队的训练没有荒废啊。是。如此劲旅，实属难得。帝林，这都是你的功劳，属下惭愧。怎么样，家里的事儿都处理好了吗？都处理好了。之前坊间相传，兵察队养了一帮兵匪，看来不过是飞短流长，以讹传讹罢了。这兵察队如此训练有素，相信这谣言很快就会消失了。对。不过属下认为，贻误军功之过，众目睽睽，不可不罚。罗大人所言甚是，请大人责罚。兵察队能如此精壮，那是帝林尽责。当然了，帝林能重振精神，也有罗大人之功啊！不敢。所以说，我帝都有你二人在，我才能安心呐，整个淄川才能平安。至于责罚，我看就算了。如果非要责罚的话，那就罚俸1骑，供圣灵殿1周吧。啊，是。好啊。大人，今日您在南大营现身，兄弟们士气大振，您能回来，真好。这段时间也辛苦你们了。都是属下该做的。不过，您不在的时候，罗明海就一直意图摄全舒律司。如今告状让您受罚，更是公然挑衅。挑衅的事儿，罗明海没少做。不过朝堂最怕小人，罗明海不算小人，他只是恨我罢了。再说，来打理打理圣灵殿没什么不好的，正好很久没来这儿了。怎么了？有什么想不明白的吗？大人，属下在想，您这样一味的让着罗明海，是担心摄全一事其实是军长大人的意思。的确是军长大人的意思。他这么急着召我回来，并不是真的让罗明海接替我。他要的是制衡。虽然平日里我与罗明海都有口舌之争，但我对他这个人并没有异议。只是罗明海这个人，他的才能在于辅佐朝政，而并非领兵司总统领。那按照您的说法，最好的安排是您来掌管领兵司，让罗明海掌管舒律司。没错。不过杨明华的事之后，军长大人不会再任命任何一个强势的人统领领兵司了。这么做虽然可以安内，让百姓安居乐业，但一旦遭受外敌，那就会遇到更大的麻烦。那为何不将您的想法告知于军长大人？我相信，为了淄川之大计，军长大人一定会明白您的良苦用心。这事儿不是你我该考虑的事儿。是。我与罗明海之争事小，还有更多重要的事儿等着我们去做呢。对了，我不在的这些日子里，有什么新的消息吗？有。大约1个月以前，远州出现了一名光明王，现在率领远州各族对抗北族大军。远州的光明王？是。其身份查明了吗？暂时没有。三省台还有军长大人知道此人吗？暂时不知。自从远州管辖权割让以来，我们的情报网全断了。除了我们舒律司的一些探子，
就是当时您从骁龙手里接过来的情报网，现在改造成了第7司。第7司还不成熟。是。此事先不要声张，时刻关注光明王的动向。是。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啊？1个月的作业不算多，我这些都还没有看完呢。我的意思是，这些作业1个月之后我才检查，希望到时候你不要让我失望。哦，原来是你要偷懒呀！这1个月，我要筹备跟司义林大人的婚礼。怎么？没怎么，就是突然觉得，好像大家都长大了。我是不是要长大了？我想，我是唯一一个反对你和李青成亲的人吧？殿下现在反对，是不是有些晚了？这个决定，是不是有一些太过仓促了？但经过深思熟虑，你娶李青，伤害的是2个人。你不爱卡丹了吗？我爱，爱到深处，至死不渝。那你为什么不等他？殿下，你知道吗？你很幸运，起码你可以等。但我们，我跟他可能这辈子都见不到了。是，没人能逼我嫁给我自己不喜欢的人，至少现在还没有。你是不是觉得我想得很天真？宁殿下，在这世上，人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内心做选择，但有些事情身不由己。那你对李青可有意？我说过了，有些事情身不由己。长大之后，人就只能屈从于周遭，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。李青说你不想长大，你那时候的难过，一半是因为卡丹，另一半是因为阿秀吧？阿秀她爱你，她想跟你在一起，但她觉得配不上你。这个配不上，并不是权力，也不是地位，
是他觉得他还没有能力去保护你。小宁，我们是时候该承担起自己的那份责任，还有使命了。你们成亲那天，回来喝喜酒。每个人都要背负着自己的责任，还有使命。慌倒是慌了点儿，倒也能住。黑虎帮。女的？我这刚收拾好的屋子，可千万别打进来，千万别打进来！要打去外面打，外面宽敞。谢谢啊。各位大爷，没事没事，我只不过是在这儿寄宿一会儿，你们当我不存在就好了。不过我不得不说一句，你们几个大男人追杀个小姑娘，是不是不太合适啊？嘿，你看我这破腿，你继续，继续。这姑娘的武功可以，看来不需要我的帮助。哼，这一招以退为进，用的倒是挺灵性的。喂！上！小心！你们几个要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可就过分了。哎呀，这个太麻烦了，这不是逼着我出手吗？你还能坚持吗？小场，没问题。还不错嘛。你也还可以。兄弟们，撤退！
哎，刚才你那招反手夺刃用的很巧妙嘛，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切磋切磋。你又是谁？我恩将仇报啊你！哎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嘿，这下大雨的，我可不是要占你便宜啊！只能这么着了。行了，你可别多想啊！我先帮你止住了血。你现在身上呢，最重的伤就在你的后肩。如果说你不及时救治的话，你呀，很有可能就……你在干什么？我这个人是正人君子，你要以这种方式回报我的话，那我就不接受的。不是要上药吗？赶紧吧。哦。你这个，你可以夸我皮肤细腻，也可以说我肩胛骨好看，但不用告诉我伤的有多重。那我上手了，你忍一忍啊。好了，行啊你，可真能忍啊！再包一下。你左边接一下。给我。啊，再缠一圈，你再接一下。好了。我的斗篷湿透了，穿你的。啊，我的？不是。你等等。你看啊，我的衣服也是湿的。行，我就当好人做到底了。好了。谢谢你啊，大叔。大叔？你看我哪儿像大叔？你哪里不像？早知道你这个人这么不会夸人，我就不救你了。那我应该怎么称呼你呢？哼，我乃走南闯北，云游四方，风流倜傥，张阿三是也。哦。三叔。你就不能叫三哥吗？三哥！别装了，起来吧，不愿意叫也不用装睡啊。
姑娘，姑娘，对不住了，你这伤口压着不好。起来，一个姑娘家，怎么那么多黑人追杀？你幸好碰上了我，我可是个好人。哇，这么烫！姑娘，醒醒，醒醒！别吵，我要睡觉。先把药喝了，来，赶紧喝了。最后一口。哎，烧这么烫，怎么办呢？我烧得这么厉害，太冷了，要是再着凉，神仙都救不活了。没想到你这个人还挺惜命的。流氓！我打你是为了面子。你一大早起来打我一巴掌是为了你的面子。嗯。你又不是不知道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啊！那你就不能让我吗？我让你，要不是昨天看你不行了，我懒得忍。你，你别过来！你现在伤好了吧？看来发烧也好了，背后的伤也没事了吧？饿了？没。不错啊，身体倒是挺诚实的。你怎么不问我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林雨。哦，还真不错。昨夜淋了一晚上的雨，所以叫淋雨。林雨小姐，你欠别人多少钱啊？为什么那么多人抓你一个人？我爹是帝都的纺织商人，昨天那群人是为了绑架我勒索赎金的。我真是多嘴问这个问题，这个黑虎帮会在乎这种事儿？切！我爹他可不是普通商人。呵呵，林雨小姐，现在外面已经天亮了，雨也停了。不过呢，以后还是要多加小心。那多谢恩人指点啦。哎，客气，客气。你也知道我是恩人呐，待我就这样一巴掌给我扇醒了。这样，你打回来。哼，好男不跟女斗。男人如此帮我，想我怎么酬谢你啊？我李阿武天为被，地为床，见义勇为走四方。
我这个人呢，救你一命乃分内之事，怎么可能要什么酬谢呢？真俗啊，真不错呀。小小薄礼，恩人可还满意？满意，满意。哎呀，这才是对待恩人的待遇嘛。可是恩人昨天晚上还叫张阿三，今天就变成李阿五了。我这个人呢，早上叫李阿五，中午呢就叫王阿四，到了晚上就叫张阿三。出入江湖，名称什么的都是很随意的。你叫我什么都行，比如说，你可以叫我三哥、三爷爷、三孙子也行。带着军粮和兽皮行走江湖，你的身份……我的身份，告诉你也无妨。我早上真的叫李阿五，中午真的叫王阿四，晚上真的叫张阿三。我一点都不饿。说，你也这么吃啊？有问题啊？富家小姐吃的也这么粗糙吗？入乡随俗而已，哪有什么粗不粗糙的？况且，这味道也还不错。我昨天呢，是看你一个姑娘家在那儿，所以才救你的。没想到你一个富家小姐吃相也不过如此啊！我也没想到，阿三哥还是个英俊小伙儿，就是有点婆婆妈妈、啰里吧嗦，嘴里没有一句实话。彼此，彼此。只是我这个人呢，平时特别爱干净。哎呀，洁身自好，每天都会洗澡的。只不过是昨日碰到了大水，不小心栽到了水坑里，暂时略微有点狼狈。你先躲起来。追！这儿呢！追！撤！将军，属下休假来迟。来了就行。将军，你没事吧？
三哥，我已和家中守卫会合，宝刀贵重，我先替你保管。三哥，哎，我堂堂远州光明王哎，好不容易回趟老家，粮还没筹到，自己的干粮全没了，就连佩刀都没了，唉，命苦。没事，什么？卡顿亲王要来亲自督战啊！这万万不可呀！你就说，远州爆发瘟疫了，情况非常严峻，等我治理好了，再请他过来。大人，我们是不是不好再瞒了？必须得拿下一场像样的胜利，才能向亲王交代呀！我要的兵呢？啊，到了，拢共有5万。本想速战速决，将神庙一举拿下，没想到竟像捅了马蜂窝。光是对付他们遍地开花的起义，就耗费了我们太多的兵力。还是按照先前的计划，直取大本营，通知各部队即刻出发，攻打布卢村，弑杀光明王。是。小分队还在搜查物资，恐怕坚持不了多久。报！鲁地带着5万北族兵正朝布卢村赶来，看起来是要攻城。不要慌，幸好大人走之前留下了这枚锦囊。投降？下次一定。哎，一定。无人驻守，光明王搞什么名堂？光明王诡计多端，又在故弄玄虚。眼神，注意眼神。我是光明王座下第一副将，我代表全体布卢村村民集体投降。出来吧。光明王又要耍什么花招？大人，我也想知道啊。光明王听闻鲁地大人您率了5万大军攻打布卢村，昨天晚上连夜就收拾包袱逃跑了。其他人知道光明王走了，也都溜的溜，跑的跑，就剩下我们这些老弱病残的留守在村里。我们知道光明王靠不住，与其负隅顽抗以卵击石，还不如都集体归降呢。希望大人您海纳百川，慈悲为怀，我们愿意把布卢村献给您。别动！大人，城门已开，您入城吧。大人，好像也没什么守军，咱们这次带齐了人马，就算光明王在里面射了拳头，咱们也不怕他。全都不要动！兄弟们，开始咱们的表演吧！停！掌握好节奏，演过了他就不信了。大人，布卢村都已经归降了，绝对不会反抗的。您入城吧。大人，
您听到什么了？全都不要动！传令撤军。大人，城外有伏兵，咱们现在进去，岂不成了瓮中捉鳖？大人英明。小心眼神。我看这光明王也没聪明到哪儿去，如此下三滥的手段，只能骗得了新手，我是不会上当的。大人，咱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我们已经赢了。啊？就这么办。光明王的雕虫小技已被我识破，胜负已分。我们先围城，等待他们弹尽粮绝。大人英明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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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也能行？陆地的大军果然是退了，看样子暂时是不会攻城了。当他的手下，还真是让人绞尽脑汁啊！远在帝都，却能解不卢村之围，不愧是光明王啊！啊！光明王，没错，但此事还未让紫川朝堂知晓，是我探子探回来的消息，声称这个光明王总戴着面具，率领远州各族对抗北族，但其身份还未查清楚。那大哥，你没上报的话，你是觉得这个光明？不确定，但戴着面具故弄玄虚，像是那小子风格。这小子现在挺会玩啊！不对呀，就算他真的是光明王，公开讨伐北族，那对于家族来说，他还是叛徒。所以啊，这不算是个好消息。哎，对了，看看这个，刘峰家族。这是刘丰明寄来的信，声称刘风霜已经叛族。当时要不是因为他们家族内乱，我也不会那么顺利连拿3座城。信里声称，刘风霜从刘峰家乡四川方向逃窜，让我们留意他的下落。如果抓到刘风霜，他们愿意开放边陲5省，3年不与四川军事冲突。这也太没诚意了吧！按现在的局势来说，3年内他们也发动不了什么大的动作。不过无论如何，我们得先找到他。到时候是用他来换和平，还是用来震慑，就全看我们的意思了。那有他在哪儿的消息吗？信是今早收到的，但是早在2日前，我的探子就在城外发现了黑虎帮帮众的踪迹。黑虎帮，啊，就是刘峰家的那个杀手组织是吗？没错，这就说明他们并没有拦截住刘风霜，很有可能，这刘风霜已经进入了帝都。刘风霜，女，相貌凶狠，善于伪装，武功高强，如有见者，报官重赏。看来紫传家对你是有一些误解啊。阴险狡诈才是他们对我最大的误解。我们每一场胜利都堂堂正正的，我可实在当不起这样的谬赞。不过看来，他们现在已经知道我们在帝都了。黑虎帮很有可能也知道，咱们，我认为还是先走为好。我们要去林家，必须借到紫川，还要买药疗伤，帝都是最好的选择。而且，帝都人多，黑虎帮想要找到我们，也并非易事。但想必帝都的客栈现在已经严加死守，咱们究竟去哪儿落脚呢？我问你，如果紫川家全力通缉一个女人，
而一个女人最不会去的地方是哪里？彭爷，稀客呀！哎呀，今天选花魁，您倒是不错过呀。好久不见呀！明月姐姐本来就是春风院的头牌，怎么还会在乎花魁的名声？谁呀？是你呀！你小子欠我的钱还没还呢，还敢来？我这不是来了吗？给我上来！你不是从紫川叛逃了吗？整个帝都现在都在通缉你，你怎么还敢回来？不要命了？那你这次回来到底是做什么？明月姐姐，我就跟你直说了，这次我想让你帮我找一个卖粮食的老板，注意，是大老板。这么简单？就这么简单。行，不过你得先等会儿。今天啊，是我选花魁的日子，等我选完了花魁，立刻给你小子安排。那好，我就在这里呢，乖乖等明月姐姐回来。好。2个人，有这么多钱，为什么不住客栈啊？可以不用问了吧？那间柴房看见了吗？今晚你们就先住在那儿吧。这个地方虽然挺破的，但还算安全。怎么了？刚刚过去那2个人，其中有一个带了家族的玉佩。家族的人为什么会在帝都？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我的行踪会被泄露吧。那咱们要换一个地方吗？不用，你先去柴房吧，我进去打探一下。好，那你小心。他也对这种事情感兴趣。老家伙，小家伙，只要来了呀，就是客。今儿在座的各位可享福了，我们春风院的姑娘啊，有一个算一个，全都齐。今儿啊，是我们春风院每个月15选花魁的日子。如果说您中意哪位姑娘，就给哪位姑娘多花钱。我们春风院的姑娘啊，不爱别的，就爱钱。回头啊，哪位姑娘面前的银子私币最多，哪位姑娘就是我们春风院这个月的花魁。为她贡献最多的那位客人呢，就有机会同花魁共饮赏月，共沐良宵。花魁选拔正式开始。彪哥高见。
帮你把他们支开，你先躲起来。这里怎么躲啊？哎，你就跟他们一起扭起来就好了。快点，快过去！哎，我先帮你送过去啊。这那么高吗？是什么压轴的呀？嘿，几位爷！哎，几位爷，你们是不是找姑娘？刚才有个穿便装的姑娘从此经过，你可曾看见？穿便装的姑娘？哦，想起来了，刚才确实有一个穿便装的姑娘从这儿出去了。确定？确定。走。哎，几位爷慢走啊。肯定是阿宇。对，今天的花魁啊，就是阿宇了。是他了。我们都掏钱了。对呀，我们也掏钱了。安静。出钱最多的肯定是我。我也掏钱。胡说，我们都掏钱了。不服是吧？不服拿钱来比。哎呀，这个阿宇也真是的，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走了。不是让你好好在房间里待着吗？净给我惹事！刚刚那是什么人啊？还把我的花魁给抢了！在我心中啊，明月姐姐就是唯一的花魁。嘿，方才啊，只是替朋友解围而已。嘿，你小子现在挺有钱的嘛，那我这次啊，可算是把欠你的人情全还清了。坏了，我的刀！那人确实是从远京来的。黑虎帮的人也来了，我们不能再在这里耽搁了。我在西北的粮仓倒是有很多储粮，你想要多少啊？很多，很多是多少啊？1成的粮。1成？你要这么多粮食干什么？冯老板，你不知道我的家乡布卢村，现在已经揭不开锅了呀。布卢村？不是因为没有钱，而是没米下锅呀。那不是远州的地界吗？这远州早就划给北族了呀。况且就算缺粮，也不能从子川家来源。不行，这么大的交易量，万一让北族知道，这粮食是从子川家运来的，这可容易引起很大的纷争啊！你到时候我都逃不了干系。你说这好好的家乡让北族给占了，也是苦了你们了。我这心里都同情你们呀，我也很想给你们帮这个忙啊。哎呀，你说这，哎呦，还是不行。冯老板，钱的事你可以放心，我跟你保证，每一批粮食我都现金支付。哎呦，这真不是钱的问题。你说这么大的交易量，两族之间，你说这万一出什么事儿？行，那这么着，你代替我在子川境内购买粮食，不用直接运到远州，由我的人到子川境内负责运送。
就算有人查到了跨境运输货物，那也都是我的人在运。这个方面对于你来说真的是毫无风险，万无一失啊。哦，代买。自从与北族和谈之后，边陲安定，紫川全境得以安心投入生产。适逢今年南部雨水充沛，据都政司统计，近一季的粮草和棉帛产量已经完全恢复到战争开始前的水平。是啊，和谈成功意义深远，这功劳应该归于帝林呐。今日和谈成功，足见帝林当时之远见。多谢大人赞赏。不过，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。你说，虽然紫川的粮草物资产量上升，但国库和军需储备却不够充盈。这件事据我所知，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边境存在走私业务，很多物资被高价卖向远州，甚至是邻家。商人嘛，逐利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儿。邻家为什么买了那么多物资？这必然要引起我们警惕啊！因为林家跟刘峰家向来是交好，这些物资想来是刘峰家所需。刘峰家目前正处于内乱之中，可是，一旦他获得了喘息，他必然很快就在边境造成威胁。各位，有什么应对之策呢？其实这件事儿一直都存在，不知道诸位是否记得物资限制章程？我记得，物资限制章程是远兴大人在职的法案，这么多年从未贯彻执行过。物资限制章程之所以设立，就是为了杜绝如今这种现象。只不过，当时边陲战乱频繁，重要矛盾都在解决如何平乱，并非经营农商。但如今是我们紫川最和平的时期，也是重新推出和执行此法案的最好时机。这样吧，这个事就交给舒律司去督办。监察边陲商路的同时，可以获取多多的情报啊。帝林，无情报必败无疑，有情报则是胜利的保障。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不殆呀。明白。冯老板，你怎么才来啊？我等了你好久。别提了，货来不了了。我来就是告诉你一声，咱俩这生意没法做了。怎么回事？你不知道啊？这帝都今天一早就重新修改颁布了物资限购章程。哎呀，说是要限制什么边境交易，而且这个事儿还是舒律司在查，他们的手段我可清楚，你还是找别人吧。啊，告辞。哎，冯老板，舒律司。我漂亮吗？你漂亮，属你最漂亮了。秋佳，来喝口水，休息一会儿。这些春风院的姑娘怎么会聚在咱们店里啊？她回来了。她终于回来了。大哥，光明王。大哥，你不会以为我真的叛变了吧？我投靠北族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杀了雷虎，替葛大人报仇。你本想着提着雷洪的脑袋回帝都领赏，结果被神皇摆了一道，封你个远州大都督，你无法自证清白，只好留在远州。
哎呀，大哥，还是你最懂我，我什么都不用解释。既然你心系子川，又为何当光明王？大哥，我当这个光明王纯属意外啊！我跟我袖子营的兄弟在远州打游击，当时北族人在欺压远州人，要屠圣庙，我就带兵击退了鲁地的人。当时那个远州的什么不丹长老，非常的看重我，非要我做这个光明王。这么说，是他们逼你的？是啊。你非常不情愿是吧？当然。好好说。大哥，你都不知道。哎呀，我思虑再三啊，气氛都已经烘托到这个份上了，我也不能不管他们吧。我要是打完了这仗就跑呢，他们还是一盘散沙，到时候还是会被北族欺负。所以我思虑再三，勉为其难的当上了这个光明王。哎，看来真的是让你勉为其难啊。是啊。但你可知道，这就坐实了你背叛子川。放心吧，等我击退了北族，我会带着远州回归子川的。你这个臭小子，也不知道送封信回来，我跟你二哥都担心死你了。大哥，我错了，我应该早点回来找你们的。这么久没见了，你们还好吗？都挺好的。你小子这次回来，不会只为了回来洗个澡吧？我这次回来呢，确实是有点小事情，求大哥帮忙。这堂堂光明王，还有事要求我呀？大哥，这不是因为新出那个法令吗？哎，我这次回子川就是来筹粮的，可是新出的法令，我什么东西都运不出去啊！我都快急死了我。所以，这不是来找您了吗？好，帮你想办法。不过，你不会是想要问我要钱吧？当然得给钱。能打折不？不能。无情啊，大哥！你知道，你弟弟我，在远州风餐露宿，颠沛流离，我可怜。我可以私人帮你募集点儿，但如果你需要长期的粮食补给，还是得向四川买。四川的便宜你不能占。有粮就行。走吧，找你二哥去。哎，大哥，我不能见二哥。为什么？以我现在的身份，见他就等于害他。你也知道二哥那个臭脾气，如果见了我，一冲动把我绑着去见军长大人，这军长大人可不待见我呀。可明天是你二哥大婚的日子。大婚？我们兄弟俩喝一个。现在？一会儿不就喝了吗？那不一样，一会儿外面乱七八糟的，哪杯酒能喝到你心里？来，快看看大哥给你带了什么好酒。猴儿酿，这酒我也好久没见到了，还是前些日子从秀家认识的一个酒商那淘来的，特地给你准备的。想当初在远州武堂，这阿秀一喝这个酒，
卸下沉重的铠甲，摘下疲惫的。一喝这酒就耍酒疯嘛！我现在想起来，气得我牙还痒痒。看着一个梦，把酒言欢，直到天明。你的来，兄弟今天大喜之日，做大哥的敬你一杯。也崎岖的那条路，在我们走可惜阿秋不在啊。在。铭刻着无上光荣。对。消失的老朋友，他在。他始终不曾远走。沉默不过是在等你开口。这杯酒，我们也敬远方的阿兄。来。放下沉重的过往，打开尘封的一扇窗。天涯难觅几个知己，生死与共。今天晚上司义林大人结婚，咱们呀一定要喝好，来个不醉不归啊！好，不醉不归，不醉不归啊！走走走。大人，咱们跟着地术军做什么呀？本来想养好伤就离开帝都，哪知道现在不仅查人，新的物资流通法案出来之后，更使得各处检查严密。现在想要出城，须得有特殊的通关手电，或是紫川内部机要机构的通关手令才可以。难道你是想对地术军的军官下手？刚刚不是听他们说，今天司义林大婚吗？等他们酒足饭饱之后，我们再下手，更为稳妥。我紫川家族最杰出的青年才俊司义林与李清，在这吉祥之日，喜结良缘。我作为家族军长，很开心地为他们这对伉俪征婚。二哥，新婚快乐！卡丹，今天的婚礼，我来替你参加了。我记得你第一次对他动心，就是在这里。那个时候，司义林啊，
听着你跟他说谢谢，结果像个面瘫一样，一点表情都没有。你还在我心头，梦托起我胸口，浩瀚尘世，从此无缺休。我在你的花路倾尽所有，日月更迭，此爱恨故不休。我却问你永久。可是你后来跟我说，你分明已经看到他耳根子都已经红透了。也就是那个时候，动心了。好怀念那个时候的日子。那时候，秀哥哥也都还在地图。静，我们这个有始无终的走。还在我心头，梦托起我胸口，浩瀚尘世，从此无缺休。我在你的花路倾尽所有，日月更迭，此爱恨故不休。我求得你永久，小海苍野。只盼无尽头，你在我的梦河间，全畅游。